大家好，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讲了楼主于2001年2月至2007年在东莞一家水上乐园工作时遭遇的各种奇怪事情。2007年3月，楼主离开了那家酒店，回首那段往事，他说5年的辛勤付出和汗水让他从一名救生员变成客房部副经理。有了这5年的经历，让他初到东莞打工时的胆怯与彷徨早已不复存在。他未来的目标很明确，哪家酒店可以学到新的知识就去哪里发展。之后，楼主在清远的一家大酒店，当然这家酒店他说现在也还在营业中，不便透露具体名字。他在那里做了客房部副经理，工资比之前在东莞稍高一些。而且这是一个新开筹备酒店，业内人都十分清楚，如果你想做职业的酒店经理人，必须具备新酒店开荒筹备的经验，才能完整了解一个部门整体的管理和运作。入职后，楼主在清远这里又挥汗奋斗了3年多，直到2010年，他因为一些事情离开，后来辗转过佛山、余姚、江门3家酒店，但都没干太久。直到2011年，清远这家酒店的老领导联系了楼主，他就又回到了这里。这一次工资比之前高出许多，他成为了这家酒店的客房部经理。接下来给大家讲楼主在这家酒店里遭遇的更加怪异的事情。说到经理，本人作为 B 站良心的补贴推荐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淘宝100亿补贴年货节放大招了。iPhone 15全系列至高补贴1300加，全网低价，买贵必赔。看这款 iPhone 15 Pro Max 新款 5G 手机8298元就能入手了，官方补贴了足423元。现在淘宝首页搜索淘补贴690，货车下方评论区链接进入我的专属补贴会场，最高再领1000元大红包，补上加补，下一个运气王就是你。俗话说该省省该花花，淘宝补贴我就花。大家看，小米平板6原价1891元，官方补贴246元，到手需要1645。除了这些电子产品，坚果礼盒、车厘子等各种年货好物在淘宝100亿补贴中统统都有。德克士双层香酥脆鸡堡单人餐3件套，原价29.9元，至高特惠10元，到手仅需19.9块，都是国民信赖的品牌正品。平台出手，官方补贴，超级低价，手慢无。坚果礼盒、车厘子等各种年货好物，全品类补贴超低价，而且官方把控选品和质量，假一赔10，还有专属售后，保你的无忧购物，真的太香了。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点我的评论区链接上车吧，记得买啥前都先上淘宝100亿补贴比比价。时光飞逝，转眼来到2012年年底，12月上旬，楼主休了一个大年假，刚从老家回酒店上班的第一天，例会上接到销售部门的通知，3天后要接待一个大团队，预计可能会满房。收到通知后，楼主立刻查看目前的客房状态，为接待这个大团队做准备。报表显示，目前有3间客房处于停用状态，其中2间正在修理和装修，不能正常使用。而剩余的一间725号房间，在我休假期间被封为 out of order 停用房。楼主说，报表中的备注显示停用的原因是卫生间玻璃门破裂。楼主说，多年的职业习惯让我只要是工程房就必须进去现场查看一下情况。这个725房间是个豪华大床房，位于酒店客房7楼的中间位置。当我打开房门进入房间巡查一圈过后，心中火冒3丈，真想骂楼层主管一顿。工作粗枝大叶，房间里除了一张席梦思床以外，所有的客用品全都不翼而飞了。拉开衣柜，里边居然还留有一件客人遗留的蓝色衬衣。更让楼主不能接受的是，卫生间玻璃门完好无损，报表上写着封房的原因是卫生间玻璃门破损，这与事实完全不符，这是严重的工作失误。因为大家知道，酒店的房间呢是寸土寸金的，无缘无故把一个房间空出来不能用一天都是要少赚不少钱的。楼主生气了，打电话给该层的主管，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725房间门口来见我。大概过了2-3分钟，这层的女主管小王气喘吁吁地走到725房间门口，连声问楼主：“经理，您回来了？你怎么进去了？”被小王这么一问，楼主更生气了。楼主反问道：“我有客房的万能钥匙，
这间房还是停用房，我为什么不能进来？没想到这位楼层主管怯怯地看着楼主，好像想解释什么，但不等他开口，楼主就接着说：“你进来一下，看个房间怎么会这个样子？衣柜里怎么会有客人的遗留物？而且卫生间玻璃门根本没问题啊！”楼主索性一口气把检查出来的问题都一一罗列出来，而这位楼层主管始终站在房门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没有要进去的意思，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这位王主管啊，是酒店第一批参加开荒筹备的老员工，也是楼主做副经理时候亲手培养出来的。他一直很尊敬楼主，也非常熟悉楼主对酒店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而且他平时工作是非常严谨的。之前出现任何问题，他都会仔细的在现场记录下来。楼主说，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他如此反常的表现，难不成他最近不想干了，所以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在划水躺平？楼主摇摇头，叹了口气，拿着客人遗留的蓝色衬衫离开了725房间，没再跟这位王主管多说一句话。回到办公室后，楼主找其他工作人员了解情况，经过沟通，楼主才发现自己错怪这位王主管了。原来不久前在楼主休年假期间，有一位50多岁的香港客人，这个客人啊是在内地开连锁餐饮店的，他带着情人入住了这间725房间。当晚9点半左右，可能是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猝死在了里面。酒店接到了他情人的求救电话，马上通知救护车抵达现场，但人已死亡了。警方介入了调查，联系了他的夫人，从香港赶来清远处理后事。因为这是突发疾病走的，夫人也没有为难酒店。楼主酒店的总经理是个马来西亚华人，他很忌讳这些事情，非常迷信。他在楼主休假期间通知客房部，725房间要停用49天，任何人不得入内，并要求把房内除了窗帘、床以外的所有物品全都扔掉。他甚至要求楼层的工作人员把床单、被褥等物品拿到酒店外找一个空地烧掉。楼主说，我刚休假回来，其他的手下呀还没来得及向我汇报这个事儿呢。听完同事们的讲述之后，让他瞠目结舌。楼主说，自从我在东莞水上乐园经历的那些怪异事情之后，我就对此类事件都很敏感，吓得我第一时间把办公桌上那个死者遗留的蓝色衬衣赶紧拿外面让人烧掉，并向王主管表示道歉，请他原谅我的莽撞和冒犯。楼主还扯了几句迷信的话，他说不知道酒店方对725房间的事后处理中有没有请专业人士看过。凭我对生死轮回的浅薄认知，也是当年水上乐园经历那些事情之后，我自学了一些玄学所谓的知识。他说749天应该是人死后处于中阴身的阶段。不久后2013年元旦过后的一天，这家酒店的生意特别好，客房全部满房。当然，除了这个不对外开放的，还处在封房状态的725房间。一天晚上9点，楼主正准备下班，突然接到前厅部经理的电话，他问楼主能不能把725房间放出来用。楼主说还差半个月才可以放房呢。楼主知道这位前厅经理是清楚725封房的原因的，他今晚突然提出这种请求，想必是遇到麻烦事情了。紧接着，这位前厅经理就对楼主诉苦，说今晚包括总统套房在内的房间全都售罄了。可刚刚一位在本地很有分量的赵先生来到前台，以命令的口气要求必须安排一间房，让他醉酒的朋友入住，而且不听任何解释，你必须给我马上弄一个房出来。赵先生是酒店方不敢得罪的人，他每年能给酒店带来几百万的收入。赵先生来酒店的任何消费都是 VIP 待遇。万般无奈之下，前厅经理才问楼主能不能把空着的725房间拿出来用。楼主说，做过酒店服务的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类似情况。面对这种无助的求助，楼主心一横，同意了，并组织手下半小时之内将725房间放出。挂断电话，楼主担心去725布置的客房服务员会有所顾虑，于是他提前来到725房间门口。这时，楼层中班主管带着2名服务员来到725房间门口，楼主打头阵，打开了725的房门。开门的一刹那，楼主感觉阴风扑面，头发根根竖起，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工作需要嘛，再多顾虑都是枉然。楼主迅速插卡取电，打开窗户，并吩咐几名手下做什么做什么。20多分钟后，
床什么的都铺好了，只是还差个别生活用品还没到位。没想到这位醉酒的客人等不及了，自己先上来了。只见这是一位50岁左右的客人，楼主陪着笑把这位醉酒的先生扶到床上，仔细一看，这也是一位熟人，是酒店的会员邱先生，同样也是当地非常有头有脸的一位人物。邱先生很喜欢游泳，经常在我们酒店负1层的康乐中心游泳池锻炼身体，楼主总能看见他，平时还经常打招呼。楼主说邱先生也没有喝得完全酩酊大醉断片，似乎认出了我，还冲我摆摆手示意不要打扰他休息。楼主立刻带着所有工作人员退出了725房间，并祝邱先生晚安，好好休息。关门之后，楼主松了一口气，终于解决了突如其来的房间不足危机。但他说那一刻，自己似乎把725房间曾经发生的事情抛在脑后了。第二天，邱先生醒酒之后就退房回家了。楼主说，自从接待完邱先生之后725房间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一开始进去打扫的服务员还心有余悸，但久而久之，因为什么事儿都没有，大家都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楼主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提起什么7期49天封房了，不会有人计较提前开封的事情了。1个多月后，2013年1月20号，楼主说，我在酒店员工餐厅吃过午饭后感觉很困倦，可酒店规定了所有员工包括领导中午是不允许休息的。楼主悄悄来到了地下1层康乐中心，找了一间最隐蔽的麻将房，躺在沙发上小睡了一会儿，心里还担心着会不会被同事们看到，毕竟自己也是一个小领导，生活中还是要以身作则的嘛。刚躺下不一会儿，他就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在梦中，他起身离开了这间麻将房，穿过走廊来到泳池。他发现泳池左边的空闲区域照比平时多了几张椅子和报刊架。他随手拿起报纸，坐在椅子上翻阅。这时走过来一名救生员，对他说，对不起，这里不允许员工使用。楼主噌的就火了，心想，你们康乐部门经理在泳池增加这些设备，居然不向我报告，新上岗的救生员居然连我这个部门经理都不认识。于是他在梦里大声对救生员说，你不认识我，叫你们经理过来。楼主说，话音刚落，突然有一位穿着泳裤的中年客人跑到我面前，狠狠地说，你吵什么吵，不要多管闲事儿，举起手中的毛巾就朝我面门扔来。楼主说，我正准备闪躲，瞬间从梦中惊醒，一个踉跄，我赶紧起身离开麻将房。只是一个梦而已，离奇怪异的梦。楼主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这天晚上是楼主总值班，等于24小时要留守在酒店里。他坐在办公室里制定春节期间的酒店工作计划。大概8点左右，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惊慌失措的喊声传来，张经理，张经理，快，有人溺水了。楼主说，我来不及多想，飞速窜出办公室，一看是前厅部的大堂经理。他对我说，您赶紧去男更衣室。对方话音未落，楼主飞奔向负1楼的康乐中心而去。而赶到那里时，保安部经理和洗衣房经理呆站在大厅前。楼主来不及打招呼，冲进男更衣室就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更衣室的按摩池里，楼主说，这个按摩池只有9平米大，里面躺着一位不省人事的客人。楼主赶紧让身后的救生员在地上铺上浴巾，把溺水者平放在浴巾上，先进行检查，脉搏、心跳、呼吸全无。楼主对他实施心室外按压，一边按一边大喊醒醒，可他依旧没有恢复呼吸。连续抢救了几分钟后，楼主心里明白此人活下去的希望渺茫了。楼主转头过去想问救护车为何还没到，却突然发现整个更衣室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包括刚才几个冲凉围观的客人也都已经离开了，只剩下楼主和躺在地上的溺水客人。楼主意识到客人可能已经死亡了，但他的双手不敢有半点停歇，万一有转机呢？继续按压对方。可此时他低头仔细一看，差点没惊叫起来。这位溺水的客人不正是邱先生吗？前几天还专门为他提前半个月解封了725房间，怎么这么巧合呢？楼主说，救护车14分钟后才姗姗来迟，因为当时按照要求，在市区内的救护车必须5分钟内赶到现场。2个救护人员又抢救了几分钟，查看了瞳孔和心跳，初步判断邱先生是心脏病突发死亡的。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邱先生心脏本来就不好，之前还做过支架。楼主说，邱先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家属亲戚又非常多。出事之后，他乡下的亲戚还有同事朋友都来酒店闹事儿，哭声、说话声、嘈杂声满地狼藉。酒店康乐中心就像乡下办丧事一样。偶尔哭喊的人群中还会出现歇斯底里的吼骂：“你们什么5星级酒店？我们人怎么会死在这里？”楼主隐隐地意识到酒店的不太平才刚刚开始。后来协商过程中，酒店一位管理人员还被死者家属给打了。家属终于同意先把尸体送到殡仪馆，剩下的事情赔偿什么的，入土为安之后再做协商。尸体抬走后，那些来闹事的亲戚家属也陆陆续续撤了。楼主要求保洁员们对康乐中心进行大清洁，所有邱先生用过的浴巾、毛巾全都拿外面烧掉。楼主说，事后他对其他一些酒店的同事都非常失望。那天楼主冲进去更衣室抢救，其他工作人员和部门经理没有一个人进来帮忙，大家都怕惹上责任，可能也怕死人晦气吧。而楼主作为一个信佛之人，他说：“我能在邱先生临别之际尽力去挽留他，无奈之下也算送他一程。我觉得我问心无愧，这是一件善事。”谁知事后第3天夜里，我在梦里就看见了邱先生，他站在我的床头，苍白的脸上带着苍白的笑。我从梦中惊醒，条件反射般的打开灯，灯亮之后他才消失。楼主说，直觉告诉我邱先生是来表示感谢的。楼主点上一支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但梦里的事情过去了，现实中的麻烦却刚刚开始。之后楼主说，邱先生的家属继续来酒店方面闹，甚至都闹到政府去了。楼主说自己当时第一个冲进去抢救的邱先生勇于承担责任，确实给自己惹了麻烦。后来家属方派出代表来酒店方质询我们，他们找来一位急诊科医生，怀疑我的抢救方式不当，要求我复述一遍心室按压的操作方法。楼主说，这难不倒我。03年我在东莞参加过救生员资质证书培训，在水上乐园那会儿，我还组织过手下的救生员们训练急救。我按照规范流程逐步给对方讲解眼见我的程序没问题，对方又问道：“请问你是在哪里参加的培训？什么时间拿的救生证？”楼主说，我在2003年东莞体育委员会参加的培训取得的救生证。对方步步紧逼，继续发问：“那你的救生证有没有过年审啊？”楼主意识到对方是有备而来的，磕磕巴巴地说：“我的证没年审。”他真没想到对方会问得如此细节。对方抓住了楼主的破绽，说：“2003年到现在已经快过了10年了，张经理，你既然没有过年审，说明你的证早就过期了，你已经不具备岗位抢救的资质，对吧？”楼主无语到了极点，他既不敢回答是，也不能说不是，他僵在了那里。最后，虽然酒店方在本起事件中没有什么过错，但架不住对方一直闹，而且抓住了楼主抢救过程中这些问题。无奈，酒店方还是给对方送去了15万的慰问金，邱先生的事情才就此结束。回忆那段岁月，楼主说：“时光飞逝，转眼5年过去了，那些人和事依旧鲜活地在我的记忆中变成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至今也无法解释725房间的怪异是巧合还是鬼魂作祟。”2013年春节刚过，楼主又一次提交了辞职申请，离开了清远这家酒店，应聘到了广西阳朔一家酒店工作。楼主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供职的第7间酒店了。当然，离职的原因和邱先生的死无关，最关键的还是在国际知名品牌的酒店想继续往上发展，英语是一项硬性指标。我的英语水平很差，我不愿意一直停留在部门经理的位置上，所以我决定在内地的其他酒店挑战新的职位，同时学习英语。以上就是楼主张奎奎在清远那家酒店供职期间遭遇的离奇事件。感谢大家的耐心收看。最后感谢一下我的好兄弟大佬何金银送来的纪念品请大家多多关注大佬何金银，我们祁文区灵异区要团结。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so